怎么了？你猜我为什么要往前走啊？为什么往前走啊？你来看我仪表盘上的公里数。哇，25000哎！祝福，快来！过来啊！你们过来，快过来！哎，25000啊！25000，正好25000，正好。我看看。我刚才在那边看是24999，所以我就往前开了一点，正好是25000。正好25000，你这走的是长征路啊！你这红色基因太强了。一鸣，哎，今天正好是我们下乡1周年，多有意义！太有意义了，来击个掌！来，今天好好吃一顿，好，大包囊好啊！关门，走。尝尝这。给我点牛肉大档了吗？点了，忘不了哦，马上到。来，喝点什么？啤酒还是白酒？讲真的，今天真的是应该喝点酒哎，庆祝一下。对。但是要开车，算了，就喝饮料吧。来，喝饮料吧，来。为了25000啊！好。饮料多没意思，我这很久都没有喝酒了。大家都一样。明天休息日，真应该喝点。要不我们去文秀那，明天早上再走，得不得？好啊，那我们就打包嘛，然后带到我那里去。我那里又近，又是你们每个人的必经之路，得吗？来，庆祝我们的文秀还有立明下乡1周年，同时也庆祝文秀走完第一个25000公里。来，是长征。对，长征。来，干了。来，里面。好。啊，好喝。文秀，你怎么对长征这段历史这么感兴趣呢？其实不只是那段历史啊，我对那一代人，对他们的青春，对他们的追求，简直是特别崇拜。哎，我经常在想啊，是不是他们那一代人比我们要早熟啊？我记得第一次念毛主席的那首《沁园春·长沙》的时候，我整个人感动到不行。那年其实毛主席也才32岁啊，但人家想的是什么？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里从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毛主席在诗中说了这段峥嵘岁月，也就20来岁吧。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啊！好，说得好。可是这风华正茂，我们也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啊。可是这书生意气，除了在文秀身上，也就难得一见了。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反正在我心里，是在搏一个万户侯，可耻，可悲呀！羽西这话说的挺刺激人啊。我们都是青年干部，可是要是谁要说没有进步的心，我觉得这是假话。我们要当的可不是封建社会的官，可要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话说的好像有点像套话。这个要怎么说？这个文秀，你学历最高，你来说吧。都是自己人啊，都讲心里话。我呢，北京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其实我是有选择的，但是我最后呢，选择了回我们自治区，当这个选调生。为什么？因为这是组织部备案的，某些条件比公务员的待遇还要优厚。从这个政治上来讲，可以说是前途可期啊。我家老家在田阳，穷，人穷呢，就特别渴望公平。
我念初中的时候啊，我就在想，我将来想当官。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当官了，给我一个乡，我就要把这个乡变成乐园；如果给我一个县，我就要把这个县变成乐园。我今天来当这个第一书记，当然有这个在政治上追求进步的含义啊，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我想看看我王文秀能不能把一个村变成乐园。乌托邦？这还真不是乌托邦，板泥村现在啊，已经非常接近乐园了。没有，还差得很远。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环境啊，是改善了，贫困人口也越来越少。人的这个道德观念啊，也慢慢的在增强。但是，我觉得有2个根本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第一是富裕。当然，我讲的这个富裕啊，不是我们常说的这个8有1超的脱贫标准，是真正的要让所有人从出生到长大，到慢慢老去，他们都不会再为了经济而发愁。第二，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观念啊，要现代化起来。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身在乡村，放眼世界”，还有这个幼儿园的建设啊、养老院、远程医疗等等，这些硬件设施也都要完善起来。要真正的做到幼有所教、少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养。这个才是我心目当中的乐园。说得好，说得好。我觉得你说的太好了。不要这样，来，干杯！哪个来了？谁来啊？哎，是哪个来了？谁来了？这是你们好，你们是？您好，请问哪位是黄文秀同志？我是。哎，你好，你们是我是广西台的，我们呢正在做一档反映第一书记事迹的节目。电视台来采访文秀的。电视台和县里的宣传部都向我们推荐您，您看您方便接受我们的采访吗？方便，你们来的也太巧了。那这几位也都是第一书记。你好。但是麻烦能不能先把车停好啊？好的，谢谢啊。哎，来坐。坐这。你们来的也太巧了，我们正在聚会哦。今天是我跟韩立明，那就是这一位啊。是我是韩立明。是我们2个下乡1周年。哎，你们要是没吃饭就不嫌弃的话，我们就一边吃一边聊啊。我们就下乡1周年了，要不您就给我们讲讲您这1周年的体会吧。体会啊，好多要是用一句话总结啊，我觉得就是从新手到熟路。原是一束火把，一生如盛夏，每份热都是报答，始终坚定的步伐，站在山顶看那绿水间的一砖一瓦，每个人用岁月混入。倩倩，常部长，昨天的杂志我们已经看过了，这是我们3个的请战书，我们要求要到扶贫第一线去。
曹部长，让我们去吧。原是一座灯塔，好，人间在脚下，每分光都是朝霞，黑暗中永不惧怕。后来的孩子呀，伴着春风渐渐长大，是因为有人选择了留下，理想才终于开花。孙队长，李站长，文秀，莫书记来了。莫书记，文秀，莫书记，莫书记您好。来，你好，莫书记。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学，自治区药厂的雷厂长。雷厂长您好。你好，你好。这是我们的支书龙在山。你好，龙在山。雷厂长这次啊是专门来和你们谈合作的，顺便呢去参观一下你们的枇杷园。欢迎欢迎。支书，给常勇哥打个电话。好，我现在联系他了。黄文修同志啊，我呀要向你正式的赔礼道歉。由于我的这个家族观念呐，放纵了马万里，偏听偏信，在这里向你做检讨啊。哪里，马主任，您千万不要这样讲。县里的调查结果公布出来以后，我们也在讨论，都讲您大义灭亲，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以后都要跟您学嘞。哎呦，我叫千万不要跟我学习啊！这不，我和莫书记特意把我们的老同学请来，这一次啊，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销售环节的问题。哎，所以您三位是同学？对呀，我们3个啊都是广西农校毕业的。啊，我比他们晚几届。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以前呢这里就有2座坟，所以路就会比较窄。那现在坟迁走了，这里是宽敞了，然后这边路呢我们多出了0.9米，平时过一辆大卡车就没有问题了。哦，这个路都要这么加宽吗？啊，除了这一段，其他的路段还是按照产业路的标准来修，每隔500米会有一个会车的区域。毕竟除了这个季节，其他时候大车也不多，都加宽，那太浪费了我。很好很好，会算账的。领我们去枇杷园吧。好，好。哎，支书，长龙哥联系上了呢？联系上了，他在前面枇杷园等我们，我们现在上去了。莫书记，你跟马主任把雷厂长请来，这一下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增种枇杷了。哎，我可什么都没答应啊。您只要人来了，我们心里就有底啦。你们那个关于合作社的文章，莫书记啊，介绍我看了。你认为我们也可以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种植户的合作方式吗？当然可以，但是这个中间恐怕要加一个环节，就是收购跟运输。雷厂长，像你们那么大的企业，这个用料量肯定相当的大，光我们一个村的产量肯定是不够的。那这个收购跟运输就更关键了。我想可以把它分解一下，收购呢由村集体负责，然后运输可以专门承包给一个运输或者是物流公司。当然也可以一事一议。呵呵，你的小账算得很精啊。收购这块油水大得很啊。其实我主要是想安排一下村里的这个青年劳动力，培养几个销售人才，向外向型拓展。如果是合作社的方式来合作的话，那这个定价权不是还在厂里面？看来你对这个事情早就思考了。是，我们村两委根据以前的经验，初步的制定了一个方案。等一下回到村里，我就拿给两委领导来审阅。哎，这人我还不知道请不请得来，你这边就做方案了。莫书记，你出马肯定得呀。
不错嘛，这果园啊管理非常好。我们长隆哥是种枇杷的专家。哦，莫书记、李厂长，我们要不到上面去走走看？哎，好，去吧。来这边。来，慢一点，慢一点。不是我们自己吹哦，我们长隆哥就是自治区农科院的那些专家来参观以后都佩服他。我们计划呢，合作社成立之后，果园管理这一块就由长隆哥来负责。除了我们村，其他村也由他来负责。其他村？慢点。合作社不就你们一个村吗？一个村的产量哪里够？跟你们企业合作，我们要保证你们的需求啊。会让其他的村子一起加入到合作社里面来。哎，不对吧？他们都加入了你们的合作社，那么你们这一块，那利益也太大了吧？这等于是剥夺了其他村的利益了吗？那不能那么干。加入的各村集体和种植户跟我们的条件都是一样的。当然，收购这一块由我们村来负责。至于说果园管理，如果其他村子也有像长隆哥这样的能干人，那他们自己管理也是可以的。我们先做出一个模板，然后让药厂来跟各村签约，这合作总社也由药厂来主导。哦，这个办法可以考虑。收购啊，是一个很专业的事。你们村有这样的人才吗？这个确实没有，得要外请。我们村呢，收枇杷一直是跟一个叫韩冰的人联系。哦，我们也调查了一下，他是附近所有枇杷商里面能力最强的，人品也还不错，所以我们想跟他合作。韩冰，啊，这个人我记起来了。这次马万里的事儿啊，纪委在调查过程中，他提供了很多的情况。莫书记，哎。那个马万里将来会怎么处理呢？我想打听一下。马万里是你老婆的表哥。是的吧？自从上次揭发他之后，我老婆娘家所有的人都跟我们断了联系。可是我老婆她就是惦记这个事，我是不是不该问呢？也没有什么。其实这个事儿啊，我现在能答复你的，也都是公开的消息。这个案子已经移交检察院了，怎么处理要等检察院调查结果出来了才能定。那你觉得会怎么处理呢？一切都有检察院调查结果出来了才知道嘛。是的。莫书记，有个问题我必须先让你汇报一下。韩冰是我爱人的妹夫。文秀，你这么计划，不要因为我的原因。当然不是，能不能请来还不知道。只是信用社的2位领导说跟他很熟，答应帮我去说说看。好，如果他答应的话，你们呢在最后一定要把详细的情况专门向我汇报一下。好的，领导放心。一定的吧。哎，黄秀，你们村那个砂糖橘发展的不错，怎么没成立合作社啊？他的条件还不成熟，现在生产技术这一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销售环节上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固定的出口。我们也在联系几个大的电商平台和大的水果批发商，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大的突破。县里正在搞一个水果保鲜基地，你知道吗？知道，我们也在联系，反正就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出口。现在农村的经济作物越来越多，必然对销售环节会带来新的冲击和变革。怎么样从地里到消费者的嘴里，这真的是一连串的难题，需要慢慢摸索。莫书记，你们这第一书记啊，不错，站得高，想得远啊。哪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我们好几个第一书记在一起讨论研究提出来的。我们每一个合作社这个运营情况都有非常详细的记录，如果领导需要，随时可以审阅。哎，你们书记啊是审阅，我是学习。这个地方啊，希望尽快再添加一块牌子。
现在这蓝旗是越来越少喽，就剩下这几面了。对呀，老支书他们苗圃春天的杉树苗不是已经开始卖了吗？他们纯苗那么多，国家这两兄弟这个蓝旗要不要换一下呢？不得哦，今年植树的季节已经过去，那2面旗，明年春天就可以换了。可是他们纯苗那么多，虽然现在卖不出去，可是苗还在啊。就听黄书记讲的啦，啊。罗宇，哎，下午马上就要开会了，你做好准备了吧？准备好，就是有点激动。哥，这次你去学习的机会可是双印姐专门帮你争取来的。你到了那边要好好学哦，不要辜负双印姐对你的希望。炸油有什么好学的喽？我现在不炸得好好的吗？这么说你还不领情了？哎呀，是的，不是的，我感谢你的，得不得嘞？就是我要是走了，那油厂就剩1个人了，没个人帮你，我怕你累到呢。累什么累？自己家的生意，累就少干一点。倒是你，到那边好好学，学点维修技术什么的。你要是把它学会了，以后机器有点什么小毛病的，就可以自己修了，省多少事儿。放心，我保证，把所有东西都给你学回来。得了，今天给你放假，你赶紧回家收拾收拾。有什么好收拾的喽？那衣服除了身上这个都干净哎，我还是赶活去。不用，赶紧走吧。对了，你去看看有没有那个去镇上的车，你把你那个头剪一剪，出门了你也收拾收拾，让人笑。哦，那走了。哎，记得回来吃晚饭啊。哦，对，我给你拿钱，你买点肉回来，我给你践行。不要，那你走了啊。买点肉，回来，回来，回来！不要。这听说台风又要来了。你爸刚出院，今天晚上你早点回去。我下午参加完墨雨的入党仪式我就走。哎，晚上小班他们的决赛，我也只能听收音机了。哎，对了，银凤给你打电话了没？打了，昨天晚上就打了，跟我说住在那个叫什么3星级的宾馆，说秦丽同志这几天啊对他照顾得可周到了。这个孩子这次可是开了眼界了。以后条件好了，我让村里的孩子都到外面去看看。文秀，真的谢谢你哦。双印姐，不要讲这样的话。哎呦，这雨真的是要下来了啊。我先回去，你跟我走吗？不是说2点吗？这还来得及，我再收拾一下。得，那我先走了啊，双印姐。好，慢点哈。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对党忠诚，积极工作，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黄书记，哎呀，这有点大。黄书记，黄书记在不在？哎，黄书记在里面。走了。
你怎么来了？水渠断了，还好你在吗？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水渠断了。啊？纳阳屯和纳用屯的水渠被洪水给冲断了，冲断了2处啊！我亲眼看到的。伤到人没有？没有没有，师叔，我们去看看，赶紧。我去拿鱼。我没有让我是怎么样？哎，不用不用不用，现在暂时还下着雨，还不能抢修，大家都不用去，我跟支书去就得。我带你们去，我知道在哪里哈。支书，赶紧。该，来，走走走，小心啊小心啊，你们。来，慢点，注意安全。小心一点哦，地上很滑，慢一点，正中你哦。师叔，看看，正不正中你哦？师叔啊，我们要找人，把它先简单修一下啊，不能让大家没有水喝啊。麻烦大了，唐龙，你组织人上山砍竹子，我到镇上买塑料管。小杨，你给我拍些照片啊！得，我拍着来。我们到镇上，先去做汇报。这么严重？你们都站着干嘛？都坐呀！身上湿，不坐了。站着就不湿了呀？快坐，快坐，坐，都坐快。哎，小杨，啊，你去楼下把照片拷出来，给我一份。得，去吧。文秀，今天来不及了，周一吧。周一上午，我约了县领导和财政到各村去检查受灾情况。第一站先到你们村。对了，你们那个产业路硬化的材料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这个我跟领导请示过了，一并讨论解决。那太好了啊！好不好，还要看你们的材料准备的充不充分。肯定充分。关于硬化路的这个材料，我是请市里的专家帮忙给做的。啊，我今天回去刚好去取，周一我带过来。那就好，你们都回去吧。本来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情，来这么多人干什么？着急啊，于镇长，那是我们村里最主要的2条水渠，要是没有及时修好，那上百亩的稻田就没有水供上了。这场雨下这么大，晴个3、5天，稻田也干不了。我看天气预报了，这2天都有雨，周一解决完全来得及。得，只要于镇长答应了，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那我们就先走。您忙。好，我们就走了。我们走了。好，于镇长，今天晚上我们村班小班跟几个孩子的决赛，你一定要看哦。忘不了，都等着看呢。那我走了，走了。好，文秀，你等一下。怎么了？今天周五该休息了吧？回去看看你父亲吧。是，我本来是想今天下午主持完墨雨的入党仪式就走的，但是不是水渠出事了吗？你放心，水渠的事情周一肯定解决，你就放心走吧啊！等一下，谢谢于镇长啊。这个你拿着，是我村里的一点心意，给大叔买点补品。不用，于镇长，不用不用。你客气什么？你说你那么大的事，干嘛瞒着大家？于镇长，你心意我领了，但是这个钱我真的不能收。我走了啊！晚上班小班的比赛一定要看啊！这丫头。本次广西时代青春之歌歌手大赛，下一位选手马上就要登场了。她就是来自新化镇百泥村的壮族女歌手班小班，她将给我们带来一首《留下》，掌声有请。大家好，我是来自乐业县百泥村的歌手。你是他吗？接下来给各位朋友等一下，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群山问过他，什么最让人牵挂？飞鸟问过他，尝过那些痛和怕。那些并肩走在风雨里的人们啊，心底有相同的回答。脆弱如枝桠，也在撑起一个家。微笑如尘沙，也能让种子萌芽。贫瘠的土地上，才会绽放最美丽的花，只因它们献上了年华。原是一束火把，一生路上下，每风儿都是报答，始终坚定的步伐。站在山顶看那绿水间的一砖一瓦，理想才终于开花。雨峰上电视了。哇！我们小班的分数现在是最高哦，肯定第一。哎呀，那后面怎么样还不晓得呢？后面那几个肯定不得哦，长得也不够漂亮。你们看啊，我先回去了，否则来不及了我。哦。黄徒弟，黄徒弟，哎，等一下，等一下，怎么了？这个是我们大家准备的一点心意，你带回去给老人用啊。支书，这是干什么啊？这个是你瞒大家这么久，不够意思了吗？还是不是战友了？长龙哥，黄书记，这钱一定要收下哦。这个钱我真的，我不能收，支书。支书，要是我收了这个钱，我回到家，爸爸都不会让我进门的。哎呀，真的不能收。哎呀，黄书记，你就偷偷给他用，不告诉他就得啦。不得，我从小到大从来就没有瞒过爸爸什么。再讲，我不想让他生气，我其实也不敢。你们大家的心意，我都收到了，谢谢你们。但是这个钱我真的是不敢拿。行了，我走了啊，支书，那我们下周一见。周一见哦。你小心一点哦。你慢点开哦。周一见。周一见。外面现在还下雨吗？晚饭后就不下啦，然后月亮都出来了。那现在怎么办呢？好的，现在我们就要公布最后的结果了。本次歌手大赛最终获得1等奖的，他就是来自乐业县百尼村的壮族青年歌手班小班。让我们掌声有请班小班上台领奖。又有这个吗？我一定可以第一了！怎么了？喂，墨雨啊，有个事情要麻烦你一下呀。我嘞本来是跟李工程师约好了，今天下午来他们家取这个我之前请他做的我们村关于硬化路的那个资料啊，但是呢，他临时有事回老家了，要明天上午才回来。但是这个资料很重要啊，周一开会是一定要用的，所以明天就辛苦一下你跟平之，你们来取一下，下午2点到他家楼下。我等一下就把他们家的地址、定位和电话都发给你。好，辛苦你啊。奶奶，你看我姑姑真厉害。
是爸妈文秀真厉害。谢谢是啊，他从小就很厉害。哎呦，厉害什么？又不是他唱的。那也是他们村里的。哦，姐姐嘛。你别给他脸上贴金了，这跟他没关系。没关系。那你为什么接了文秀电话，一直守在这里呢？唱得好不好啊？祝贺班小班，谢谢。是。那不就得了？喂，小邦啊，恭喜你啊！谢谢你啊，文秀姐。爷爷怎么样啊？挺好的呀，疗养院的条件非常好，爷爷表示非常满意。那就好。小邦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到时候我们村两委请你吃饭啊。文秀姐，我可能暂时回不去了，明天早上我就要上北京了。这么急的？班上和新叶看我比赛结束了以后，给我安排了一场。后天晚上啊，是我的首场演出哟。真好。哎，那银凤他们几个孩子嘞？哦，他们呀，电视台给他们订票了，明天秦丽就带回去。文秀姐，这一次对不起啦，下次回去我一定请村两委吃饭，然后好好感谢你们做我的强大后援团。没事，我支持你。小班，我预祝你首演成功啊！好，谢谢。睡吧，别等啦。啊，没灯，不困。他肯定也在看电视，这看了都几点了？明天准能回来。不灯，走，睡觉去。秀。爸，我回来啦。哦，回来好。刚看完电视，你们村里人唱得好啊！是。来，妈妈给你倒水啊。不用，我自己来。爸爸。哎。来，喝药了。好，喝药。量了一下了，应该正好。我来。苦啊，还有一点。来，喝口蜂蜜水。想吃哪个呀？吃个红的好不好？不吃了，吃块红的。再吃一块菠萝。哎呀，不要了。最后一块。今天走没走？要走。我觉得村里的这段时间，真的是套小胡来陪你跟妈妈了。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喂，墨雨啊，取到了。好，那你们赶紧回村吧，路上注意安全啊。村里有事。啊，我让同事去摆设取个文件。那我去摆菜了。好。车好像坏了。怎么了？不知道又出什么问题。
明天早上文件还等着要呢，怎么办呢？给4S店打电话叫救援吧。今天是礼拜天，会有人吗？